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的理财频道。众所周知，我们日常生活和理财都离不开要和银行打交道。在新加坡，无论你是本地居民还是长期在本地居住的外籍人士，你都需要进行储蓄、存款、投资理财、金水入账、购买保险、缴纳税款、贷款融资、跨境汇款等活动，你都需要使用银行的服务。大家可以通过本期影片来了解新加坡的银行业，以及在银行开设新户头所需要准备的材料和申请流程。新加坡被称为亚洲的瑞士，除了因为它的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位列世界发达经济体之列，还因为其成熟繁荣的金融行业。新加坡是国际金融中心，有着极其发达的银行业，这里不仅汇聚了很多的国际大银行，本地银行的发展也非常的强劲。新加坡银行业的安全性是有口皆碑的，其中最大的本地银行 DBS 已经多年被评为亚洲最安全的银行。新加坡政局稳定，法治健全，再加上金融管理局多年来的保驾护航，使得本地银行业的国际声誉非常的好，甚至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客户前来开设户头。当然，安全性不是本地银行充满吸引力的唯一原因。在新加坡，资金不受外汇管制，可以随时的支配使用，且不同货币可以自由进行兑换，结算便利。同时，低税率也是吸引公众和企业客户在本地银行开户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加坡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因此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都无需为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和其他任何的资本利得纳税。新加坡有着非常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充分保护了客户的隐私，而且新加坡也是少数未签署欧盟储蓄税指令的离岸中心之一。说到欧盟储蓄税指令，是指其成员国家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些国家进行银行和投资的私人信息，连瑞士都是欧盟储蓄税指令的成员国之一。这样看来，在新加坡的银行开设户头，客户的隐私受到的保护甚至是高于瑞士的。对客户来说，银行开户流程简单，服务方便快捷，都是很大的加分项。新加坡银行开户容易，存款要求低，且申请周期短。大部分银行的业务都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或者是手机银行来实现。账户的日常管理和使用都非常的便捷。在本期影片的最后，我会介绍本地银行的开户流程和所需要的材料，本国人和外国人略有不同，我都会分别进行介绍。刚才说了，新加坡汇集了大量的本地银行和海外银行，本地主要是3家最大的银行：星展银行 DBS、华侨银行 OCBC 和大华银行 UOB。 这3家银行也是生活在本地人使用最多的银行。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在本地生活工作的外派人士，亦或是留学生，只要长期生活在新加坡，基本上都会在这3家银行中至少1到2家银行拥有户头。星展银行 DBS 成立于1968年，是新加坡和东南亚最大的银行。DBS 在中国大陆地区、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等地区都有分支机构。在1998年 DBS 和 POSB 银行合并，至今 POSB 依旧是新加坡拥有最多分支机构的银行。本地另外一家大型银行华侨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2年，从资产规模上看仅次于 DBS， 它在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新加坡第3大银行 UOB 成立于1935年，对融资类的项目很有优势。除了3大本国银行，超过100家外资银行在新加坡开展业务，其中像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马来亚银行、荷兰银行、巴黎银行等都已经获得了合格的全面银行业务的资格。总的来说，新加坡银行业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的特点：高度自由化，积极服务中小型企业，私人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都能稳定的增长。刚才提到，在新加坡，本地人和外国人都可以申请新的银行户头，但是在申请流程和准备材料上略有不同。对于公民和永久居民来说，要求最为简单，一般只需要年满18周岁，携带个人身份证即可办理。在开户时还需要存入一小笔存款，大多数银行要求的是1000新币。对于外国人来说，需要准备的材料多一些，比如护照、在本地的有效居住地址、工作准证、学生准证或者是家属准证等。现在本地大多数银行可以在线申请新账户，申请人需要使用 SingPass 进行申请。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没有 SingPass 需要先申请 SingPass， 然后再申请银行户头。SingPass 的申请也并不复杂，申请人拿到工作准证、学生准证或者是家属准证之后，在居住地附近的 CC 开通即可，然后1到2周左右就会收到邮寄的 SingPass 密码。
大多数的银行业务都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客户端实现，非常的方便快捷。以下仅是我的个人观点，新加坡银行的所有便捷服务中有2个是比较出色的。第一个就是移动支付业务，当然新加坡本地的手机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很快，以 Grab 为例的移动支付软件非常的普及。然而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银行业在移动支付领域发展举步维艰的情况不同的是，新加坡银行虽然作为传统金融行业，但是在移动支付领域并不见逊色。7家主要本地银行都已经接入了 PayNow， 实现及时安全的支付和转账。一些银行甚至开发了自己的移动支付产品，例如 DBS 的 PayLah， 相信大多数在本地生活的人都听说过，甚至都已经使用过。第2个特点就是宅肉支付。宅肉是基于银行、个人和企业机构3方的一种转账机制，在转账时，支付方知会银行在何时将多少现金转入接收方的哪个账户中，有点类似于现金支票的电子版本。宅肉的使用比现金支票更为灵活，在新加坡，很多人都是通过宅肉支付网路费、水电费、缴纳税款，而企业向员工支付薪水很多也是使用宅肉。在影片的开始，我提到过新加坡银行的安全性是有口皆碑的，但是可能还会有朋友问，如果新加坡的银行破产了怎么办？我在银行里的存款是否会血本无归？虽然在历史上新加坡从未有过一家银行破产，而且在未来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值得在影片的最后拿过来聊一聊。在新加坡有一个存款保障机制，所有加入的银行必须购买存款保险，一旦银行破产无力支付客户的存款时，客户可以获得最多75000新币的赔偿。如果你在某家银行存入不超过75000新币，一旦它破产了，你还是可以拿回所有的存款。但是如果你的存款超过了75000新币，比如说你在某家银行存入了10万新币，那么你最多也只能拿回75000新币，而且这75000新币只包括储蓄户头、定期存款、公积金存款和 SRS 退休辅助计划。理财投资、股票基金和任何外币存款都不在保障之内。如果你有超过75000新币的存款，又担心银行破产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可以将现金存在不同的银行中，每个银行的存款不超过75000新币即可。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本期影片，并且订阅我的理财频道，同时打开屏幕右上方的小铃铛。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不见不散，拜拜。